上中学时，地理课本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当乌苏里江上洒满阳光时，帕米尔高原仍是满天星斗。从中国东极抚远到中国西极乌恰，两地直线距离48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喀什到维也纳的距离。而这样的距离，借助我国16多万公里的发达的铁路网，搭火车从东经134度的抚远一路坐到东经76度的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欢迎来到中国东极抚远，我们的旅程马上开始。所以，本期视频您将看到中国东极肉食天堂，氧气不足，西极烛光。3点20，准备出发去看日出。抚远这个地方，光说一个经度的数字，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这里到底有多靠东。这么说吧，今天这里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4点半左右，朝鲜和韩国都在我们的西南方，而我们的正南方向是日本的明石市，隔壁就是神户。从抚远市区到乌苏里江边的东极广场有40公里的路程，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过去。而随着我们离东极广场越来越近，天色也越来越亮，太阳即将升起，清晨的金光即将归来。抵达广场时，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笼罩着云团。听旁边的大哥说，他已经在抚远蹲了1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现在这样，甚至已经算是好天气了。而随着日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云中间突然裂开了一道缝，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精准地穿过这道缝隙，将整个东极广场连同等待的人群都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金色之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看完日出，离黑瞎子岛景区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就可以去旁边的东方第一哨看一看，也可以回市区休息一下，逛逛鱼市。这边的鱼都是冷水鱼，有些品种平时在内地菜市场能见到，但也有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本地鱼。比如我们这次就尝试了一下锅包狗鱼，虽然听起来很怪，但狗鱼的味道很干净，完全没有任何杂味，特别好吃。连平时不善吃鱼的8816都大快朵颐了好几块。话说回来，通常来讲，去黑瞎子岛看大狗熊呲牙是来抚远玩必不可少的项目。而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赶上长距离观光船开行，你甚至可以坐船沿着乌苏里江顺流而下，前往地理意义上真正的中国东极，顺便欣赏一下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伯利的风光。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虾。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乌苏里江上，身后就是伯利。那么我们正在接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的交汇点，也就是我国地理意义上的东极点。那么我们的横贯之旅就要从这里开始。但有一说一，伯利的建筑风格依然只能说是比较漂亮的苏联方块楼，给人一种重新刷过漆的北京北三环的感觉。回到抚远站，要我说还是这个2012年建成的中式俄国风站房看着比较舒服。这里是中国最东客运火车站，但并不是中国最东边的火车站。最东火车站是距离这里9公里的抚远东站，一会儿我们就会路过。我们即将乘坐快7066次前往哈尔滨，然后换成动566次前往通辽，稍事休息后换成快1568次在白天穿过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到达包头，并享用美味的羊肉烧麦，再搭乘快655次前往西安。简单观光2天后，坐上全行程最长的特269次，历经2个晚上直接通到喀什，最后坐上7557次抵达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并前往中国西极乌恰送别中国最后一缕阳光。全程7655公里，途经前府县、福镇县、嘉富县、绥家县、滨北县、3个戍县、京哈高铁、新隆客专、通霍县、吉中县、吉二县、京包县、京包客专、包西县、陇海县、兰西县、兰新客专、大黑尔连罗县、南阳县、喀河县，历时7天。但愿阿克陶下车时，我依然活蹦乱跳。抚远的蔓越莓产业其实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个新兴的产业，他们是应该是研究了10多年，终于在抚远这个地方把蔓越莓做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这次来抚远也算是有一些慕名而来了，所以我们来尝尝抚远的本地的蔓越莓产品做出来会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吃。抚远的名产当然不止蔓越莓，本地的冷水鱼在经过加强包装后也可以带上货车，甚至你在排队等着上车的时候，前面可能就有一条如果没有袋子限制，一定在嘣嘣乱蹦的大李子鱼。不过往火车上带活物一定得包装好，不然事情可能会朝着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你上次是见一啥？不知道哪一年，不是我见的啊。这个网上有个新闻报道说有人带了活螃蟹上车，结果好巧不巧这个螃蟹跑了，开一半螃蟹跑，然后满车找。作为线路网最末端的小站，
福远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多面手。现在站台上的站务们就是刚才售票处和安检口的那几个大哥大姐。我们今天的本务机车是东风110063，配属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机务段。海局的这些线网末端的盲肠线仍然是内燃机车的天下，毕竟这边冬天非常冷，数九寒冬里，内燃机车用起来还是比电力机车靠谱的。欢迎乘车，我们是在12306放票的那一刻就买了票，成功躲开了加一车，也就是隔壁那节还在用内凹窗、岁数可能比我还要大的第一代软卧25改。然后我们就喜提了1号包厢的2个下铺，正统转向架雅间，车轮就在底下。今天晚上肯定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段铁轨的性格了，但愿车子的闸瓦能对我温柔点。到点儿走了。16点45分，快7066次准点由福远站发车，驶往福远东站方向。今晚我们将行驶973公里，并于明天早上7点半左右抵达哈尔滨东站。列车发车之后会往东拐一下，通过一段直道后进入一个90度左右的大弯。这个弯道的顶点就是中国铁路最东点，出弯后立刻就是福远东站。福远地处三江平原，也是北大荒的一部分。这里地势非常平坦，又有充足的江水可供灌溉。我们前一天从哈尔滨飞过来的时候，下方的农田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一望无际，1个多小时的飞行中全程都没有中断过。而现在列车正行驶在田野深处，窗外两侧都是连绵不绝的大豆田、水稻田和玉米田，在黑土地的滋养下，将丰收的喜悦分享给列车上的每一位旅员。所以我们横贯的旅程就这么开始了。欢迎乘坐快7066次的软卧25G 车厢啊！我们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这个车的2张下铺，但是很可惜，这里是1铺和3铺，也就是第一个包厢。也就是说，我现在脚底下是1、2、3，对，4个轱辘。今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哈哈。不过这个车其实车况还是挺好的。当然，整个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就是一个正常的25改的布局。然后，这种比较老的25改的话，它用的还是就巨大的交叉板。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车底是不是那种跑墨盒那样的高寒车底。但是这个车3拉门的话记不清了。然后在后面的话，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次这个吉祥物，一个熊，然后一个应该大马哈鱼。用的是应该是赫哲族的装扮，我特别喜欢这个吉祥物。这次灯的话就1、2、3，这手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车没有屏幕，没有网兜的痕迹。上次改的还挺彻底啊。插座在下边，对，虽然是比较老的这个25G，但是还是每一个软卧包厢都有一个插座的。标准5孔，最大功率300瓦。这个现在全国铁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上还是不错的。除了现在，不过可能因为这里是，这也不算林区，但是就这边的地质条件所限吧，线路的稳定性并不会像说国家级干线那么好，但是其实也非常稳。本次列车并没有挂载餐车，各位如果来玩的话，一定记得提前买好晚饭。绿皮车没有餐车的话，就意味着连盒饭都没得吃，临时救火就只能靠小推车卖的方便面了。虽然我提前准备的晚餐其实也是泡面吧，不过福远的小卖部竟然还会有沙茶泡面这种高度福建本地化的东西，好怪啊！没尝过，试一下。熟悉的味道，如何这面？终于有了热乎饭，听见这音。这个味道怎么闻着这么美国呀？就挺美，因为美国有蔓越莓气氛。
这玩意儿画成他那个，对，画对吧？美国人应该会喜欢这个东西。美国人得爱这个玩意儿。嗯。欢迎来到前锋站，不是那个前锋，那个前锋是足球运动员，这个前锋是农场。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足球运动员的前锋，那我们可能在前府铁路沿线的前锋、红河、换新天等地都是大型农场，而这条铁路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为这些农场提供一个高效的粮食外运通道。很反直觉的一点是，虽然铁路早在1982年就通到了距离这里只有几十公里的前进镇，但再往东的前府线直到2011年才全线通车。作为对比，中国北极漠河在1982年时就已经接入了全国铁路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卡车在平路上运粮食比在林区拉木头简单得多，所以这边就没有那么着急。凌晨0点15分，欢迎来到佳木斯站。是的，从出发到现在这7个半小时里，我们一直都在佳木斯的管辖范围内跑。所以说，不仅新疆和内蒙的地理跨度很恐怖，黑龙江其实也是。论铁路里程的话，哈尔滨到抚远其实比哈尔滨到大连都还要更远一点。正常来说，我们会在本站停车20分钟，但现在列车已经晚点了20分钟，不知道要停多久，车随时可能关门跑，就不下去放风了。0点32分，列车离开佳木斯站，驶入绥嘉线，继续向哈尔滨方向前进。今天凌晨3点多就醒了，又在抚远跑了一整天，现在已经是强撑着在拍摄了。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早上好，现在差不多6点1刻。昨天晚上睡得还行啊，但是我们俩在不同的时段醒了。然后我说这个站有巨大冲动，他说那个站有巨大冲动，反正就乱七八糟了。但至少，嗓子的状态现在还可以。这边其实还是挺干燥的，但是跟后边的那些地方相比，今天应该是最潮湿的一天。列车在呼兰站临时停车，不知道是不是要代币什么东西。对面进来的是漠河经由哈尔滨开往绥化的快7037次，估计在哈尔滨得下班车再上班车。呼兰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著名脱口秀演员呼兰就出生在这里，而萧红的《呼兰河传》书名也是取自呼兰站南边一点的呼兰河。通过呼兰河后，列车逐渐接近松花江上的滨北大桥，俗称东江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桥。但列车并不会走这个1933年通车的日本人设计的老桥，而是走旁边的新桥。2006年的调查发现，老桥承重钢梁至少有107枚铆钉脱落，其他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结构裂缝或者基础下沉，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危桥。所以老桥被直接封闭，甚至没有像更老的中东铁路老江桥那样改成观光步道。但是据说还是会有不少钓鱼佬走小路上去展开空军基地。新的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用桥通车于2016年，上层是哈尔滨3环路，下层是复项化改造后的滨北线。老桥所承载的那段英勇无畏的历史，我们从未忘记。如今一道新的大桥已然飞越南北，沟通大江两岸继续前进的职责，就由年轻的后辈来完成吧。哈尔滨东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站台火车站，并不像哈站那样有漂亮的复古装饰。这片地区还有一个名字叫三棵树，据说是因为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有3棵巨大的榆树。那个著名的3棵树机务段就在哈尔滨东站边上，配出有大量在东北跑得很开心的内燃机车。从哈尔滨东站到哈尔滨西站有小20公里，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早饭呢就只能在 K 机快速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临时离开一下国铁系统，坐地铁前往哈西。哈东并不在哈尔滨比较市中心的位置，稍微有点偏，于是这里呢也就成了地铁1号线的起点站。列车开往新疆大街方向，那就让我们坐上列车，向着新疆继续前进吧。本次列车终点站新疆大街和康街口。658
没得选，没辙，就这样。红油车。动566自由俗称驴的老款 CRH5G 5068电力动车组担当，这是一款源自法国阿尔斯通技术的和谐号动车组。也不知道欧洲人坐火车是不是不喜欢看风景，这些欧系车的不少靠窗座位旁边都是能有效提高你加班效率的墙，没办法，凑合一下吧。接下来这段路程，我们从哈尔滨西站出发，走京哈高铁一路向南，途经扶余、长春、铁岭等地，抵达沈阳北站。随后我们会转向西北，在新民北站转上新东客专，并于下午14点48分抵达通辽站。全程795公里，正点用时4小时37分钟。是的，很难想象哈尔滨到通辽比哈尔滨到抚远近这么多，并且走沈阳北去通辽的话，其实还有点绕路。虽然说也有普速车走四平、双辽那边能近一点，但我还是想要个没有烟味的舒适空间休息一下，并且驴子跑得快，到通辽还能逛逛。最主要的是，通辽产羊，这顿晚饭可得舒舒服服的好好搓一顿。你看，看完日出之后的福源。来，这个是45的，啊，这个是35的。现在看多这10块钱，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没关系。来，加肉，加肉。下，这10块，好了，现在才变成45。对。所以说早上在 KG 要抓紧时间多吃点，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那种速封的高铁冷链盒饭的话，我会觉得虽然是微波炉预制菜，但好歹也是炒出来的。但是自热米饭就总给我一种高级方便面的感觉，即便它的味道其实还行。不过正如8816有加肉，中午这顿最好吃的还得是哈尔滨红肠。别人都出来做烟，就你出来做肉肠。因为不抽烟，所以要缓解一下刚才的心情。好吃吗？这个？这个烟熏味儿还挺重。这哈尔莲好像是烟熏味最重的。嗯，比丘陵的要重。丘陵的那个味儿比较清淡。这个时候我就又要不得不说了，我还没有尝过商委是什么味儿。这一趟关于商委红肠还有这么个故事。前2天我坐1203到哈尔滨站后，打车去机场赶去抚远的飞机。上车时，司机师傅帮我把箱子放在了后备箱。下车时，我去把箱子拿下来，然后就看见师傅后备箱里边有3大箱礼盒装的商委红肠。当时我大脑直接宕机，愣在原地目送师傅一脚油回城。现在我特别后悔，应该问一下师傅能不能300块钱收一箱。多年前有幸尝到了商委红肠的那股味道，至今仍然萦绕在我脑海中，是真好吃啊！这下子又得再去一趟哈尔滨了，这回跑个什么关呢？从沈阳北站发车后，列车会向西北方向拐个弯，途经黄姑屯，并在新民北站离开京哈高铁，驶入新东客专，向北前往通辽。新东客专几乎全程都和大正线平行，我们也终于可以在高铁上看一看隔壁的货车都拉了些什么。欢迎来到协和飞机之城，科尔沁草原腹地，孝庄皇后出生地，全国重要羊肉产地，面积人口均为1T 的某著名耗子老家通辽。可能是因为通辽的科尔沁羊实在太有名，所以车站的广告栏反倒宣传起了通辽的牛肉。不过我们到了这里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通辽这个协和飞机从鸡头的霍林郭勒市到一根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足足有400多公里，而通辽可玩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如同星星一般散落在协和飞机的各个地方，比如那个著名的可汗山就在鸡头那边。我们这种就路过停10几个小时的，基本就不可能离开市区，那就转悠转悠，休息休息。晚上咱们来顿大的，就是你不饿也得饿。对，这3盘肉加一块48块钱，而且是正常尺寸。哇，这就是内蒙吧？这个虽然是团购，但这个价格确实，只能说产地的这个因素很重要。哇！哇！产地直销是这样的。哦，这个羊肉。它很香，然后它是有一股非常，我应该说优雅的一股清甜。哎呀，这个总体上是一个很迷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内蒙的风格，就是它这个
但这麻酱里边花椒味儿特别重，就我觉得会有一点把肉的味道盖住。它有没有果酱味儿？对，那肯定加了很多花椒油。但肉是真的很不错。啊，原产地啊！大概这就是原产地吧。虽然说科尔沁羊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但这么新鲜的，大概只有通辽本地才能以如此 bug 一样的价格享受到。科尔沁羊味道非常干净鲜甜，一点儿都不膻，口感上鲜嫩中带着一点嚼劲，堪称人间美味。再配上充足的新鲜蔬菜和奶豆腐，这顿饭大概要被我们念叨好几年。不行，通辽以后还得再来。吃饱喝足回酒店。我估计得在酒店下边这健身房得跑步机上得溜达会儿。哇，真没少吃。明天又是凌晨出发，晚上就简单活动下好了。不过睡觉前必须先把素材备份完，上百 G 的珍贵素材只留在一张比指甲盖还小的存储卡里的话，我这一路都得心惊胆战。考完卡确认素材完好，就赶紧休息吧。时间对我们俩来说也不早了，那就晚安。现在是早上4点50，我们要出发，去赶前往包头的车。通辽站于1921年设站，而当前版本的通辽站站房于2018年完成扩建改造，具有浓厚的蒙古族特色。就是这个普铁的翻译 Universal Speed 多少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的快1565次停靠在1站台，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高站台。今天这一路都会是很壮观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景色，所以嘛。早上5点45分，快1565次晚点3分钟发车，走通霍线开往通辽北站方向。这条通霍线连接着通辽市区和辖区最北边的霍林郭勒市，像航电线束一样从协和飞机机头贯穿到机尾。刚才靠站台的一侧是这人硬卧车的过道侧，所以铺位侧的窗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发车后，快1565次会先走一小段通霍线到通辽北站，转上吉通线，在白天横穿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大草原。随后在奔洪站转入吉宁到2连的吉2铁路，开到吉宁南站，再转上京包线一路向西，过呼和浩特站后驶入京包客专线，最终于晚上11点48分抵达终点包头站。全程1301公里，正点用时18小时6分钟。出通辽站后没多久，列车就会通过西辽河，其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是当年西连王朝的母亲河，而通辽北站呢就在通过西辽河之后没有多远的地方。墙上还有一幅应该是表现吉中铁路京彭展线风景的壁画，本物机车还是一台和颜内3，说明这幅画并不老。不过展线虽然风景很好，列车绕来绕去还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所以伴随着现代机车功率越来越大，动力越来越强，京彭展线也和许多其他铁路展线一样被截弯取直，在地图上变成了一条直线。不知道改造方案是新关角隧道那样的超长隧道，还是新修了一座长到夸张的大桥。我们几个小时后见分晓。福远站买的这盒蔓越莓干的味道还真不错，并且因为有充足的糖分，在今天这种早饭还没来得及吃，而小推车也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就很适合客串一下能量胶。但要时刻牢记，这盒蔓越莓干得省着点吃，西极的日落还在等着它呢。我们搭乘的这节硬卧车厢编号060848，属于吉中铁路公司。地方铁路公司的车有时候会有国铁车没有的一些设备，比如硬卧隔断里边的插座。国铁的6拐或者68号段开头的硬卧车，一般只在过道里才有2到3个插座，而吉通的车则是每个隔断桌子底下都有自己的插座。一般来说，这是软卧包厢才有的待遇，这个就真的非常方便了。不过可能是因为隔断里的插座其实也都是后期改造了，功率就被限制在了100瓦，而原装软卧包厢的插座一般都能跑到200多甚至300多瓦。但其实充手机或者充电宝的话，100瓦完全足够了。再暴论一点，就算它只有30瓦，那也比五福一安甚至没有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想吃羊，我是会做羊，真的想吃。油是刷的。
植物奶油面包，有吃多错，要啥自己的，但是真的好难吃啊！果然还是这个好吃。独立真空包装的哈尔滨红肠真是个好东西，又美味又方便，肉还多。虽然哈肉莲和丘陵各有千秋，并且都很好吃，但还是我的上尾呀。林东站附近停了一群大罐子，这些银色的就是最普通的油罐车，但好像他们并不会在车体上特别区分里边装的是多少标号的柴油、汽油乃至航空煤油，直接就是一个银色罐车拉出去跑。哎，这怎么还有硫酸罐和油罐挂一块了？估计都是空车吧，不然这两个装满了挂在一起，这也太吓人了。欢迎来到大阪站，不是那个大阪，那个大阪在日本，这个大阪在内蒙。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日本的大阪，那我现在大概在跟世博会吉祥物大眼瞪小眼。这里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是吉隆铁路重要的枢纽，赤大白铁路和巴新铁路从附近通过，而吉隆公司的大阪机务段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换挂。之前把我们从通辽拉过来的初心号东风4D3335机车到这儿就下班回家了，另外一台东风4D3210机车会接班带我们到吉宁南站，之后会有别的电力机车继续带我们到包头。其实现在国铁挂车时并不追求完全的勾响车不动，毕竟粘式车钩的结构要求机车带一点冲击力才挂得牢。但今天这个确实是向我们证明了机车后边这节空调发电车转向架令人安心的可靠性。说了空调发电车，由于吉隆铁路的25改客车比较新，用的都是600伏直流供电，所以这节发电车也是比较罕见的红头插座600伏直流发电车。而国铁绝大部分发电车都是灰头插座380伏交流发电车，给那些老一些的空调客车供电。吉隆公司用直流客车还有一个好处，列车在进入吉隆线前和离开吉隆线后，本务机车一般是荷叶电 3C 电力机车，而这款机车可以直接向客车供应600伏的直流电，所以这种时候发电车里的柴油机就能熄火歇着，节省大量的柴油，又环保又省钱，算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了。离开大阪站后，河道两侧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沙化，而河中央远处还有成群的羊正在吃草，看着就很好吃。我们正在接近金鹏展现群遗址，即将翻越大兴安岭南段的苏克协鲁山。是的，虽然我们已经身处内蒙古赤峰，但眼前的这座山仍然属于大兴安岭的余脉。而说是遗址，则是因为吉东县已经于去年完成了电气化改造，并顺便对金鹏展现群进行了截弯取直，新修了一连串超长隧道和大桥。毕竟电力机车比之前的内燃乃至蒸汽机车的动力强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再到展现实在是过于浪费时间。虽然风景免不了比以前少了一些，但这里是广袤的内蒙古，即便是新县，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美丽状况。OK。欢迎来到京鹏站，不是，咱站房真就是一盆啊！不对，仔细看的话，其实还是个混凝土房子，但这个配色有点太像彩钢板房了。这里位于克什克腾旗，是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山脉和浑善达克沙地的结合部，地貌特征非常多样。10几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那边有10种不同的地质地貌景观，还是值得再去徒步看看的。至于现在1点了，肚子饿了，去餐车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这菜单叫黑土青。哎呀，可惜了，被子、奶茶、鸡蛋、小菜，这餐车没推出来。
还有这玩意儿，哎呦！喂，明儿早上还有奶茶喝。谢谢。哎，谢谢。哇！午饭要了一个回锅肉和鱼香肉丝，都是北方做法，不怎么辣。毕竟内蒙比较干燥，做太辣大伙真的扛不住。鱼香肉丝的里脊经过腌制，一点都不干，青椒和胡萝卜也非常新鲜，而辣更多是在甜的基础上起一个提味的作用，整体非常平衡，非常好吃。回锅肉则使用了煮过的猪二刀肉，带点肥但完全不腻，配合豆豉、辣椒和新鲜青椒与皮鸭子，真的做国内的绿皮车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能吃到现炒的热菜。这个是照顾了北方的口感。你发现相比于它更甜，对。尝一个，是吧？辣椒，干辣椒，算了，你确定？欢迎来到真正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蓝天白云下，牛羊在悠闲的散步吃草。这边还是以黄牛为主，我记得有些潮汕牛肉火锅店就是从内蒙采购整头的牛，不行，又馋了。你们在看火车，再看给你送餐车里。今儿晚上加餐这个炒点牛肉吃。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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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舒服。空气，真的就是深秋的北京的感觉。凉爽干燥的空气配上暖暖的阳光，北京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也不过如此。正镶白旗是北京周围著名的星空摄影地，光污染比北京市郊少很多。我朋友曾经在这里拍到过非常漂亮的星轨，不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拍出这样的照片了。就海南那边近些年多春鱼甩籽儿一样往天上打星链的节奏，真的有点不好说。如今的正镶白旗政府驻地明安图镇，则是为了纪念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明安图，他主编的《乾隆内府舆图》是世界上第一批经纬网测绘全国的官方国家地图，而新疆这个词也是在《乾隆内府舆图》中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级地图中。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明安图的脚步，继续向新疆前进吧。不是这个，咱们讨论站台有助无助的讨论的是雨棚的柱嘛，但是这个柱是接触网杆。晚上只有盒饭吃了，不知道为什么餐车反正就是不卖小炒，凑合吃吧。但也还行了，这一份25，其实价格的话，我觉得盒饭的3个菜里边2个都是中午同款，我们俩倒是完全不介意再来一顿。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只有盒饭了，餐车没食材了。这车前天下午头3点从包头开出，昨天傍晚到了大连，1个小时后就又从大连站发车往回走，再到今天晚上，这食材是得全都榨干了。我们刚吃2口盒饭，就听见厨房师傅一声大喊：“大蒜也没了！”都到这个程度的话，只有盒饭就只有盒饭吧，这是真没辙了。硬卧车厢那边二手烟虽然没有纵贯时的硬座那么恐怖，但还是一熏熏一路，搞得8816有点扛不住。反正现在餐车不忙，也没有烟味儿，我们就在这边待到吉宁南再回去吧。吉林南站到这里，我们就已经离开了吉东铁路，准备转乘京包线继续前往包头。不过，由于吉东线是从吉林南站北边进来，而京包线呢又是从这站北边出去，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换挂换向。之前把我们从大阪一路拉过来的东风4D 3210燃燃机车到这里就下班了，接下来由动力更强劲的和谐电3C 电力机车挂在之前的车尾，也就是宿营车这一边，继续带我们前往包头。
好的，欢迎来到快1565次的宿营车厢。是的，由于刚才出了点岔子，我们原本的铺位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安全，所以我们俩连着2位目击证人在乘警的护送下，拿着全部行李挪到了宿营车这边。简单讲就是去餐车吃晚饭前，虽然我们带上了手机、电脑、相机、硬盘之类的贵重物品，但有2个比较大的充电宝因为太重，我们就留在了铺位上，为防止被人看上，还拿被子和枕头盖住了。等到回来，2个板砖一样大的充电宝没了。旁边边凳上的一对夫妇告诉我们是被人拿走了，于是我们赶紧求助列车员，列车员又喊来了乘警，来来回回警告了好几圈，拿走充电宝的大妈才悻悻地把东西还了回来。大妈还口口声声说她是帮我保管，但事发地10米外就是乘务员室，所以就哈哈。与此同时，大妈已经喝得面红耳赤的老公还起来护着她，嚷嚷着什么他老婆绝对不会骗人，我要是不信就揍我之类的话。虽然有乘警大哥在，我完全不担心真被打，但一个喝得面红耳赤的大汉就这么张牙舞爪大喊大叫，还是挺吓人的。并且如果他真的出拳了，不管有没有打到我们怕不是都得在下一站下去做笔录，耽误行程才是我最不想遭遇的。所以我们跟乘警大哥说了一下，就和2位目击证人一块儿在乘警的护送下，拿着全部家当去了车头的乘务员宿营车。那边是一节不对外售票且不开灯的硬卧，平时锁着门，只有车辆工作人员才能用专门的钥匙开门，非常安全。事后乘警大哥也是再三跟我们强调一定要保管好财物。虽然如今国内的治安已经非常好，充电宝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还是拦不住有些人嘛，他就是喜欢顺手牵羊，专拿小物件。真的非常感谢乘警大哥专业且冷静的处理，将一场冲突化解在了爆发边缘。去年年初跟拍另一位乘警工作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么快我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帮助的对象。和平年代，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也很感谢告知我们情况的2位目击证人和迅速帮我们叫来乘警的列车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真的束手无策。虽然充电宝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我们之后的行程中有一趟时间很长的车，可能全程都没有插座，自己电源带不够的话，保不齐后段的拍摄都要成问题。真的很感谢他们。其实换到宿营车这边，对我们来说也有点因祸得福。我之前跑纵贯的时候有过高强度二手烟耐力训练，所以也还好。8816的状态就已经很接近上次纵贯长春下车前的我，是真的有点要扛不住了。而宿营车现在是第1节车厢，并且车厢2边的门都关得很严，就完全不用担心其他车厢的二手烟灌进来。同时，现在拉着我们跑的是电力机车，没有尾气，加上长时关闭的车内照明，既能让我们远离二手烟，也让我们在跑了1天后有了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环境。晚上9点50分，我们终于抵达了快1565次的终点包头站。那个大妈和她丈夫应该是在呼和浩特那边就下车了，目前站台上很安全。不过在去酒店之前，我们还有个事要先解决，我们要把明天去西安的车的硬卧改成软卧。出了刚才这档子事儿，加上8816已经快被二手烟熏倒了，就破财免灾一下吧。明天的报销凭证已经在抚远站打出来，所以我们还必须得上窗口把原先的那2张交过去才能改签，可惜了。红色的报销凭证是老款，不怎么掉色儿，也比较好保存。改签完我们就得抓紧奔酒店了，明天早上还要去吃羊肉烧麦，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不行，想吃，都可以吃。哎呦，舒服了。早，来喝咸奶茶，可惜没有沙葱烧麦，只有大葱，没事，照样吃。西北很多地方的奶茶都是咸的，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咸奶茶，暖乎乎的。不知道各位在奶茶的甜咸之争中更站哪边？而沙葱烧麦的沙葱其实是一种生长在干旱沙地上的比较小个头的葱，香气很足，并且味道没有一般的大葱那么冲。我4年前在呼和浩特吃过一次羊肉沙葱馅烧麦，那个味道真的是念念不忘。不过我们的包头本地朋友说，他们平时也主要还是吃羊肉大葱馅的烧麦，二者区别其实没那么大，那就别管那么多了，开吃。跑这么远就好这一口吧。我的评价是，我以为你是先上一个，再上一个。
羊肉烧麦馅儿比较湿润，没有广式烧麦那么硬，而羊肉本身也非常鲜甜，完全不膻，配合大葱刺激中夹带着一丝丝甜味和和馅儿的花椒水的画龙点睛，就像一出精妙编排的芭蕾舞，但伴奏的却是豪迈的马头琴。烧麦这个东西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本地特色的做法，各位最喜欢的烧麦又是什么馅儿的呢？顺便补充一句，烧麦是按两点的，这个两指的是烧麦皮用的面粉的重量。内蒙的烧麦皮儿都很薄，我们这一笼就是1两，正常2个人吃3两，再喝点奶茶配点小咸菜就差不多了。千万别把那个2当成馅儿的重量啊，不然你可能会喜提这辈子塞得最满的一顿早点。这真是吃饱喝足，这个中午少一顿，我就可以省了。对。按照我们最开始那份从包头直接去兰州的计划，我们在包头有1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北方兵器城摇炮管子、开坦克，或者去包钢参观钢委的生产线。但偏偏抢票了那几天，包兰县水害，后面所有途经这段的车全都暂停售票了。等到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在西安的行程早就都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于中午11点20分从包头站出发，搭乘快655次沿包西线一路南下，跨过黄河，穿越黄土高原，在大片的窑洞的陪伴下，路过延安，最终于晚上21点42分抵达西安。这条路全程899公里，正点用时10小时22分钟。发车后，列车会向南拐一个大弯，途经连绵成片的发电厂与电机铝厂。这片地区叫马池，是汉代五原郡的旧城，那里曾经出过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叫吕布。通过这里之后，列车就会驶上一座大桥，而大桥的下方就是黄河。这就是黄河，这是这个黄河。从旁边一马平川的农田不难看出，水量大的时候，黄河泛滥出来真的会很恐怖。母亲河的脾气确实非常暴躁。我们现在位于黄河几字形的那条横中间，这条横上会有10大支流汇入黄河，被称为黄河10大孔队。而包西铁路途经的海台川就是其中一条。这条支流流经库布齐沙漠，每时每刻都携带着巨量的泥沙灌入黄河。不过，在国家的大力治理下，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虽然河对面看起来仍然是大片的沙漠，但那边其实是响沙湾景区，是故意保留下来搞旅游的。当曾经的黄沙漫天被治理到需要专门保留一片作为记忆，那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一定非常成功。漂亮漂亮。欢迎各位回到餐车。当然，经历昨天那档子事儿之后，我们把除了托运及行李箱之外的所有家当全带过来了。没办法，真有点怕。这电力机车的动力确实比油车猛得多。午饭的菜就是一盆水煮肉片，量很大，2个人吃也完全足够。师傅手艺真好，肉片煮之前有浆过，口感比较细腻，搭配的小油菜和豆芽也非常的新鲜，很脆，完全没有煮过火。除了被冲动晃得有点提心吊胆之外，这个水煮肉片我挑不出毛病。哦，不对，其实还是有的，但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这菜做的真好吃，尤其是这个里面的小油菜和这肉，哇，真香！但是这辣椒，我不行，我扛不住。行吧，我承认我的吃辣能力就是刻板印象中的广东水平。8816能当口香糖嚼的干辣椒，几下就能把我变成表情包素材，还得练。我们已经进入陕北，刚刚离开榆林，但和预想中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不一样，这边到处都铺满了植被，有草有树，也有一些农田和大棚。看起来这边的降水量比预想的要大，防风固沙的效果呢也比预想的好了不少。绥德站，5年前我坐着直214次第一次进藏时就路过这里，但是并没有停车，加上列车通过时是后半夜，就完全没有印象。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直214上会不会响起蓝莲花的歌声呢？列车离开绥德后没多久，就能看到泰中线从我们头顶跨过，底下的河是黄河的另外一条支流无定河，因含沙量大，经常改道而得名。通过绥德后，窑洞突然就多了起来，
本地的黄土致密坚实，又好挖，保温性能还好，据说比砖头还好使。于是窑洞便在本地流行了起来，甚至有些平地上的民居也不是其他地方常见的砖房，而是一铲一铲手动拿黄土堆出来的窑洞。这是我第一次到陕北，还没有体验过窑洞。在座如果有谁住过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感受，感觉应该非常舒服。下次有机会试试。拍到了。欢迎来到陕北的核心延安。其实延安站从外边看应该比从里边看好看。站房的设计灵感来自窑洞，灰色的墙壁呢又带来一些上海一大会址的感觉。而延安站内部也是使用了10几年前非常流行的拱形无柱雨棚，空间感特别好。这座城市发生过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正书写着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愿延安的故事继续启发每一位寻找方向的人，愿延安精神继续激励每一位努力奋斗的人。那梅干还是好吃的。看看这肉，哎，在国内跑火车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吃上餐车的现炒菜。这鸡蛋是真舍得放，哎呦，2个往上吧。说实话，这个鸡蛋的量，我自己做番茄炒蛋都未必会放这么多，太实了。但是番茄炒蛋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做法，我会把番茄炒得很烂，但餐车师傅是保留大块的番茄形状，口感会比较生。没事儿，只要番茄品质够好，怎么做都好吃。洛川北站，一个苹果可能不会输给阿克苏的地方。这站小到我们进来时，甚至要逆行一小段上行线路，才能靠上这唯一一个能上下客的站台。列车停站时间很长，很多旅客都下来放风，尤其是硬座那边，抽烟的和不抽烟的都快憋坏了。山间傍晚清凉的风拂过站台，虽然远在陕北，但这种感觉特别像秋天的燕山山脉，尤其像在承德一带的山里。太阳已经落下，天空中露出一丝紫色，隐隐约约好像还能看到几颗星星。站台的路灯已经亮起，周围只有草丛中蟋蟀的声音。我突然感觉非常放松，或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放空，是一股久违的暂时放下一切，望着遥远的天空，享受山间凉爽的清风的愉悦感。日子一年比一年忙，像这样能完全放空的时间也越发弥足珍贵。但人总是要往前走的，就像我们的列车一样，虽然有洛川北这样舒适的休息站，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天空已经完全暗下来，列车正在接近新丰镇站，这一带是西安铁路局最大的枢纽，我们跑了10几分钟才通过这里，真的是现代工业的震撼。好大！离开抚远3天后，欢迎来到横贯旅程的终点点西安。快溜5次将在这里更换车头，随后继续南下前往杭州。但我们要下车了。收到列车长和乘务员对我们旅程的祝福，并和他们告别后，迎接我们的是全新的西安站到达层。之前的老西安站不大，很早就人满为患，所以前几年西安站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环境好了很多。不过西安站最有特色的地方都集中在出发区，咱们后天再来。跑了一整天，现在还是先回酒店休息吧，那就先晚安了。肉夹馍、
充满小麦香气的白吉馍，配上塞得满满当当的软烂炖肉，一口下去全都是幸福感。再配上个凉皮儿，清爽又解腻。是的，虽然看着红油很多，但陕西这边的油泼辣子其实完全不辣，取而代之的是芝麻、秦椒和香料的香气，不愧为陕西的灵魂调料，吃完整个人都心情愉悦。早饭的肉夹馍店旁边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展览布置得很不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文物，来一次还是不虚此行的。就是这个客流实在是太恐怖了，馆里几乎任何地方都挤得像春运的西客站，不如逛逛碑林，看看这些1000多年前的石碑，并在开城石经上找找上学时你曾经背过的那几句《论语》。不过碑林真的比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只是简单看了一下，都感觉没有一整天根本就看不完。下次必须把我妈带上，她平时会写书法，来碑林一定会很开心。第一次吃泡馍，不知道，我掰了4块，被厨房退回来了。说你这么掰，我不能给你做，所以就开始这么慢慢磨。这玩意儿是得有个有经验的人带着来。你自己来，你会怎么掰？你会随便掰掰？我不会掰4瓣，但我可能会掰10瓣。这样厨房师傅会皱着眉头给你送出来，然后再嘲讽一下，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很反直觉的一点是，泡馍其实是炒出来的，顾客掰完送回厨房给大师傅加料炒好再端回来，所以汤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泡出来的其实是水盆羊肉，明天早上我们去吃。这边的羊肉味道特别干净，没有任何杂味，同时又保留了羊肉自己的鲜甜，而馍呢经过加汤炒之后变软了一些，却又不烂，我还挺喜欢这个口感的。小炒是酸辣口味，但仍然掩盖不了肉的香气。这碗的馍是我掰的，比8816掰的略大，味道和口感都正合适。看来这个尺寸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以及还有一点得注意，泡馍吃下去后，肚子里是远超想象的顶。这东西在古代能当军粮是有道理的。下午来这么一碗，能顶到第2天早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早上、中午吃都没问题，但千万别晚上吃，否则当晚您的睡眠质量大概不会太好。同时吃完记得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西安城墙一圈有13公里多，听说城墙上还能骑自行车，那么咱们走。逛完大唐不夜城，看一眼步数34175，行了，这下子那俩馍怎么着都下去了，回去睡觉喽，时间也不早了，那就晚安。又崇尚纯羊肉，绝无杂肉相混。好，谢谢，好，谢谢。水盆羊肉就是这种一大碗羊肉汤上来，你自己把馍掰了进去泡的，字面意义上的泡馍的。羊肉煮得非常软烂，味道依旧很干净，是在西北地区以外没有尝到过的味道。而汤则非常鲜美，量还大，就很适合西安这样气候干燥的地方。其实水盆羊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把馍掰开，把肉塞进去，再加点油泼辣子，手动做成羊肉夹馍。烧饼夹肉。我还是把馍泡到汤里吧。不是烧饼夹肉不好吃，只是我更喜欢汤汤水水的吃法。从抚远到喀什这一路就是越来越干燥的旅程。过2天到了南疆，中午和下午保不齐还得防着点脱水。今天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自驾去看西安地偶，或者说兵马俑。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坐地铁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安地铁的一大特色了。在旅游区，地铁永远不会直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都是到旁边一个还有点距离的位置。比如离兵马俑最近的地铁站秦陵西站到兵马俑门口就还有5公里多。原因也不难猜，你真敢把地铁修到兵马俑旁边吗？你真就不怕盾构机推着推着出来一堆陶片和青铜器吗？即便是这么躲着修，也都多少个工地变成考古现场了。咱们还是得适当考虑一下老住户的感受的。而当你终于到达了兵马俑，来到了展馆前，虽然已经无数次在课本、电视和网上等等各种地方看到过这类的图像，对即将出现的画面心知肚明，但真正进入1号坑展馆，亲眼见到的那一刹那，那种震撼是任何图像都无法表现。这手高个是有用，我不能挪到最前排。
即便1号坑已经如此震撼，但据估算，算上旁边的2号坑和3号坑，被开挖的部分也只占到了整个秦陵的1%。讲夸张一点，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附近还有99个这个规模的坑是什么感觉？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如果没有兵马俑来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可能真的就会有工地直接捅穿秦始皇陵。所以这些陶俑也都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真的守护了秦始皇。他们每一个人的形态和动作都惟妙惟肖，每匹马都膘肥体壮，在展厅内近距离观察就能感受到当年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比如这哥们儿，你能想象我3更半夜过素材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这么一张大脸有多绷不住吗？这个俑是一名力车手，使用弓弩进行作战，陶土比较容易碎，留给工匠的操作精度并没有那么高，但当年的匠人们仍然在这样的材质上将士兵的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他们穿透了时光，至今仍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亲眼见证、亲自感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月光依旧照耀在三秦大地上，而古人创造的光华也从未消散。他们沉默地矗立于此，连缀起古今，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文明的生生不息。看完了漂亮的兵马俑，离开西安之前，我们也来一顿比较漂亮的凉皮儿吧。至少一个凉皮店能装修成咖啡厅的样子，我是真想不到。听说这一家在杭州要排2小时，不知道了。不过不是，为什么一个凉皮儿上会有这么多剁椒啊？这玩意儿不是应该跟鱼头在一块儿吗？8816说这次我的吃辣能力已经比他预想的好了特别多，但是刚学会10以内加减法就来算傅立叶变换，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好我们有汉堡可以紧急灭火，并且这么一个只要13块钱，味道和口感都在线。如果不是这一堆剁椒，我还真不会在凉皮店要这么一个汉堡，也就会直接错过这个惊喜，因祸得福了，属于。不知道我们的软卧包厢里边有没有插座？这车好像是有的车底是软卧桌子底下有的车底是软卧的过道这一侧的过道这个墙上面有，然后有的车底没有，只有过道里边有俩，而且是全车只有那俩，所以就。车269次从西安到喀什要开小40个钟头，我们还得一路拍摄，如果电量不足的话就会很恐怖，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个充电宝。这也是前几天在内蒙的车上充电宝被偷后，我差点原地爆炸的原因。最大的2块2万毫安时的电池没了，真赶上包厢没电源，估计这堆设备连吐鲁番都撑不到。这里是西安站1站台，我们的软卧包厢在7号车厢，快上车，赶紧开讲。还好，我们这节软卧包厢里加了5孔插座。25K 这款车厢大部分可能比我还老，本世纪初造的东西出厂时没插座太正常了。有没有加装，全看这2年有没有大修。我们这节车去年8月才刚刚经历过堪比拆了重造的 A4 级大修，包厢里加装了插座，还是在最舒服的桌子底下，算是出用上签了。接下来我们将从西安出发，在陇海线上行驶1整夜，抵达兰州站，并转入兰新客专，一路前往西宁，随后登上青藏高原，爬上海拔3607米的世界高铁之巅，再穿越祁连山，从张掖进入丝绸之路，穿过茫茫戈壁与一望无际的沙漠，深入新疆，又在吐鲁番转入南疆铁路，沿着天山南路一路向西，最终于后天中午1点整抵达喀什。这一段全长3649公里，正点用时39小时整。随后我们还要坐75574抵达38公里外的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再返回喀什，休整1天后继续开车200多公里前往旅程的终点中国西极，送别祖国大地上的最后一缕阳光。西安站出发时的本物机车是兰州铁路局的韶山7E 0046，这款机车因为造型漂亮，有个绰号叫美女，但看起来今天这位已经累岔皮了。今晚他会用1整夜的时间带我们穿越渭河河谷到达兰州，随后2台动力更加强劲的荷叶电 AD 机车会接棒带我们继续前往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坐韶山7E牵引的列车，希望姐姐的这个班心情不错。后面这些乌鲁木齐局的车厢常年在沙漠戈壁中奔波，所以无论如何出发之前有个活必须要干。坐着火车游新疆，天山雪莲提醒您，您乘坐的这趟列车是由西安车站始发，开往到喀什方向去的特269次列车。晚上10点整，特269次准点由西安站发车，39个小时的进疆旅途开始了。
不过这趟发车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守在窗户边看着机器，现在掌机的是8816。列车员听说我是跑全程后，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个忙，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出现在了餐车，跟10几个小伙子和大叔大眼瞪小眼等着开会。列车长给每个人都发了这么一个臂章，并简单讲解了一下我们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继年初跟拍一位乘警寻找平安志愿者之后，我自己也成了被寻找的人。要干的活呢，倒也没多复杂，就是当车厢里有人起冲突或者哪里不对劲的时候，我负责去喊列车员。一般这种活都是找跑全程的年轻小伙子。我几个月后做特8的时候又干了一次。我其实也很乐意做这些，能帮到列车工作人员，我会很开心。并且乌鲁木齐局的车干这个活的乘客席位附近都会挂这么一个牌子，我的牌子就挂在我包厢对面的窗户底下。有这么个东西镇场子，大概就没有贼敢敲开这个包厢的门，借了抽虫给保了。凌晨1点17分，欢迎来到甘肃天水。列车比预计提前了8分钟到达天水站，所以我们要在这儿停差不多20分钟。既然还没睡，干脆出去透透气儿好了。才刚几点啊？我饿了，睡不着了。隔壁站台进来的是深圳东开往兰州的快131次。哎，不是，为什么他们的美女就是烈焰红唇，我们这儿就面无血色呀？以及他们正点到天水的时间应该是1点41，现在刚1点27，这早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晚上的天水怪凉的，时间也不早了，赶紧回车上歇了吧。那就晚安。早啊，等一下，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么像兰州西站？不对，这就是兰州西。兰州站10几分钟前已经过去了，坏了，睡过头了，呱呱漏拍了。这下子得等到哈密才知道今天前面2台当班的机车是谁跟谁了。我们目前正行驶在兰新客专上。是的，虽然特269是一趟绿皮，但我们还是会走兰新客专这条高铁线进新疆。而也正是因为高铁线有的地方坡度太大，一台机车愣拉的话，爬一半会掉速度，影响后边撵着我们跑的动车。所以所有上兰新客专的普速列车都是2台机车一块牵引，动力极其充裕。出新疆的列车自然也是2台机车，除了要把第2台机车送回来之外，2台机车还能提供更好的加减速性能。哎，等一下，这不是大河之南号旅游车吗？这个软卧的窗户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坐一趟，应该会很好玩。我们好，同志们，我们现在刚刚出哪站？不是民河南，民河南。哇，这个双击1D这提速，这真堪比动车嘛！地铁，这是地铁，不是地铁倒还不至于，但是。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普速上面感受到推背感这个东西。哇，真的这。什么？西安的。嗯。是2100。对，这。西安上3700，你说这玩意儿会爆吗？2000，有点害怕。嗯，说爆什么事？对，不爆过什么事？早上8点半，欢迎来到西宁。之前2次到这儿都是进藏，但我们今天就不爬那么高了。停站时间只有10分钟，站台在过道侧，快下车干活。西宁毕竟不是始发站，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擦整面窗户。毕竟这么大土，不擦干净糊一片的话，可能还不如不擦。所以把底下办事抢修出来，确保有个能用的观察窗就得了。这种每天穿梭于浮土间的车窗，必须用水特别足的消毒纸巾才好擦，并且完事儿必须再拿报纸或者干纸巾把水滴擦干净，不然你的自动对焦可能会死死抱着水渍不放，留着你看着后边的雪山和牦牛干瞪眼。来感受一下效果，这个是没擦的，这个是擦过的。后来我们跟列车长聊了一下，其实这些车厢每次回到喀什都会把外墙南墩部过一遍，但架不住南疆和蓝津线这一路的土实在是太大，跑一趟就又能给糊上。我确信列车长说的一定不假，因为我真的坐过那种800年不洗一次车的美国不锈钢大圆筒，那玩意儿窗户脏了能让你完全看不清外边是什么，坐着就感觉跟带座的篷车差不多。列车已经离开西宁站，希望一会儿的天气够好，让我们能有机会看到雪山。现在东京多少度？东京101，咱们多少度？130，差不多130。
OK， 所以这里就是海拔3000米的门源了。昨天晚上上车比较晚，并且上来之后，大家基本上也都是休息的比较早。我们的包厢在发车之前差不多就熄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车它这个铺是一个怎么样的。其实今天还挺出乎我意料的。这个车其实车况是非常好，我看了一下，去年做的 A4， 然后今年7月份刚做的 A1， 所以这个车整体的硬件还是很好的。来看看这边这些脚踏板什么的，脚踏板是属于这种比较大的样式，然后这个门的话，确实是比较老的25K 才会有的这种样式。灯是，这是2个，是分别控制的，一个是上面的大主灯，另外一个是这边这个小灯。哦，不对，是2个分别控制2根灯管，中间也应该是空调。以及我们非常幸运，这个乌局呢，大部分的车现在已经改成了那种下拉式的窗帘，但是它在这个位置它没有那个钩，所以就是它下拉式之后它靠自己卡，这么靠着墙的话这个是没问题。但我们还在用窗帘，这个就非常好。接下来呢，这个灯的话就也是普通的2档，1、2，还挺亮的。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插座在我们的铺底下。哎呀，因为这个车呀，就是根据我们之前的预习，就它这个插座吧，它是有的车底会在这儿，有的车底会在这儿，有的车底会在外边。如果摊上那种的话，那今天的电就得非常节省用了。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毕竟没有在这种比较一言难尽的地方，然后也没有说必须得依靠外边那2个少得可怜的插座去供全车电，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插座，这个就非常的舒服。铺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就这样了，这确实还是远远超出预期。离开西宁后，线路就开始一路爬升。现在我们的海拔高度已经来到3000米，听起来过道里已经有旅客开始有点高反，但我们俩完全没事，就是不知道那包薯片还能坚持多久。目前窗外已经是连绵成片的高原草甸，甚至还有牦牛在散步，远处则是连绵的雪山。欢迎来到青藏高原。薯片爆了。隧道走 ，OK。爆了。哎，这都是高原反应。这都爆了？怎么不是这3000几呀？现在我看3300。那爆了正常。那爆吧这。3100米的对落差。我们这一路爬升的最高点海拔有3607米，但那是在祁连山的隧道里，所以到时候手机的 GPS 测高就没有办法了。之后我们还会路过海拔3108米的世界海拔最高高铁站山丹马场站，虽然与唐古拉那种海拔5000多米的工程学怪物无法相比，但时隔多年再次来到青藏高原，我真的很久都没有感觉到这么自由了。
时就10块钱，特别软这个，漂亮啊！你看这果儿，这果形多好。张掖西站到了这里，我们就已经离开青藏高原，进入河西走廊。从张掖开始，老兰新铁路和兰新客专的走向重新回到一起。从兰州到张掖，老兰新铁路的走向大体沿河西走廊方向。而为了让铁路覆盖更广阔的地区，兰新客专在修建时则选择了绕行钦海民乐门源一线。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戈壁与沙漠地带。不过现在已经过了11点半，进入荒漠前，还是先让胃里别变成荒漠吧。干嘛烫？炒米粉？你知道吗？我有点担心他这个地方大盘鸡没有面。问问他有没有？对，因为那面得现擀。对。25K 的餐车大部分还是这种比较90年代风情的木门内饰，相比纯白色的工程塑料板，我会更喜欢这种。但显然不会有旅客主动来擦餐车的窗户，所以观景效果呢就是本车的原生状态。列车已经进入荒漠地带，看不出外边有没有起沙尘，总之先凑合一下吧。好，谢谢。确实饿坏了。哎呦，这样没事吧？哎，不过这个大盘鸡没什么红油啊。因为这东西看每一个店的出品都不一样。OK， 哇，好吃。条件所限，车上的大盘鸡肯定没办法搞现拉的裤带面。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吃到一点辣皮子都没有的大盘鸡，大概是为了照顾各地旅客的口味。整体上这个大盘鸡还是很好吃的，尤其是土豆，用的应该是新疆或者西北本地的沙瓤土豆，口感特别好。我们还点了一个小炒肉，肉片应该是炸过，比较干，也很香。车外就是茫茫戈壁，老兰金线就在我们旁边一路随行。那边的货车密度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你可能都会看到前后2趟货车往同一个方向追着跑，你甚至会感觉修建兰新客专更大的意义可能并不是开动车，而是把客车挪过来，让货车能按照货车舒服的节奏在那边密集开行。不过我们都吃好一会儿了，怎么这么半天一个车都没有？什么情况？这个白色的小车是检测钢轨用的，随机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有电没电的线路上刷新。后面还藏了一大串机车，应该是刚大修完准备回新疆接着上班的荷叶电三 CA 们。我见过小白检测车，见过机车串，但还真没见过这俩放一块儿。今天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天。洗手台镜子是很干净，这个都没问题。这边洗手液也有，洗手液应该是软卧的标配，硬卧的洗手台应该是没有的。然后在这里边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口罩，底下不锈钢的台面，反正是25K 吧，也就是一些比较古老的设计，应该是古老，可能也不至于。这边昨天晚上的时候擦手纸还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应该是用完了。然后这儿有一个充电插座，这个车的硬卧是一个插座都没有，所以这边会有很多的硬卧旅客来这儿，大家就轮着充。差不多也就这样吧。这个车这窗户脏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好踏实。然后兰新线沿线也就是大量的这个沙尘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在餐车的时候，应该是首先那个玻璃我没法擦嘛，所以它就是原生状态。然后呢，估计还是有一些这个沙尘暴，所以就哇这个粘度。但现在一回来，原来外面这么透亮的吗？嘉峪关南站过了这里就出长城了，不对，我们离开东北之后走的是内蒙，所以好像压根就没在长城里边待几天。兰新客专的占据想想也知道小不了，一个 Steam 动不动有2小时，停站的时候还是出来换换气儿比较好。各位旅客，请开关好通勤的老人和小孩，不要越过安全白线，注意列车与站台间隙，远离列车车体，小心跌落站台。兰新客专修通后，并不是把所有客车都一股脑挪了过来，
老蓝新线那边还是留了几趟的，7568次只走一小段老蓝新线，然后就拐出去奔东风南了。现在过来这趟是成都西开往喀什的快453次，负责牵引的仍然是一台少山71，并且七水看上去仍然比我们昨天晚上的夜班大捷好。老蓝新铁路的最大坡度没有客专这边大，并且他们后边显然是没有动车组撵着跑，所以单个比较老的机车拉个 K 字头跑120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老线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跟客专连在一起，北京的乌鲁木齐有一趟直69次也是走那边，啥时候有机会坐一下那趟，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OK， 老样子，快速过一遍，无人，好了，好的。哎，莫名其妙，很凉快。锁定，锁定好了。这边是软卧的坐便，然后里边纸非常充足，一直到下边。这一块25K 好像是不是全都没有这个，就是厕所里面的洗手池？不是很清楚，我有点记不清了。这边哇，这灯管这个年代感呐，哎，我觉得这节车岁数应该跟我差不多。窗户剩下的倒都没什么了，底下是一个坐便，这个车还是有真空级便的。我们现在在蓝星客专上面，车子本身非常的稳，就几乎没什么速度感，当然可能也是因为这边实在太开阔了。差不多就这样了。其实这趟的硬件条件真的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哎，可以，非常可以。玉门，我们进新疆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停站时间只有3分钟，就不去站台上了。下一个 STING 的有5个小时，我们会一路向西，从玉门直接捅到哈密。荒漠中央，一列火车就这么孤零零的行驶，窗外是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的茫茫戈壁。但要说孤独的话，好像也未必。蓝新线和连霍高速时不时还是会出现一下，而西电东送的高压电塔和风力发电机也隔一会儿就冒出来一下。有些地方密集的甚至比沙漠本身还要壮观。货运列车从高塔中间穿过，和我们一起前往新疆。丝绸之路的古道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见证了无数别离与重逢。再过几千年，不知道那时候的人们面对着或许已经改变了地貌与我们留下的轨迹，又会如何形容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片风景呢？红柳河南站，我们在这儿临时停车，但是不能下去换气儿。这个站应该就是专门用来让车的。如果是在人口密集地区，普通的车站就可以让我们这种慢车进来让行快车，顺便再开个车门上下一波人。但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戈壁滩上，显然人口密度比长三角、珠三角之类的地方低了那么一点儿。不加几个这种专门的会让站的话，可能2个站中间真的能隔着2个钟头的路，一趟绿皮后边憋着5趟高铁也说不定。所以就得在这种地方搞个站，让调动能及时出蓝旗，让我们这种和动车组相比就是 GP2 的移动路障赶紧把路让出来。红柳河南，我们已经在这儿停了，可能得有个40分钟，有没有了？我愿称之为红柳河南大酒店。好像说后边还要再等2趟车动去。蓝星客专普高混跑嘛，所以我们这种跑140的肯定得让那些跑200的先过去。所以说这个从玉门到哈密这5个小时的 STING 是大酒店大出来的。行吧，喝咖啡。
停车1个小时让过去3趟车后，我们终于又动了起来。出红柳河南没几分钟，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整个横贯旅途途经的最后一个省级行政区新疆。但新疆的尺寸显然现在说快到终点还稍微有点早。柳园到哈密这段，列车穿过的是一片名叫漠河盐气的戈壁，或者说800里瀚海，是整条丝绸之路上自然环境最凶险的一段。这些小圆丘不是沙丘，而是被狂风风化的砾石和残丘，并且它们也不是印象中沙漠的黄色，而是灰得发黑，有一种沙丘中哈克南星球的感觉。这些贴在线路旁的则是防风墙，负责把线路里的风力降到能安全跑火车的水平。毕竟20年前是真的有过出新疆的列车迎风侧的窗户一个不剩全都被吹爆的这种事故的。离得远的那些是挡沙子的，并且也不是硬挡，而是把沙子的速度降下来，让沙子在抵达线路前就落在地上，不至于堆在轨道上。能让火车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行驶，是需要很多智慧的。5个小时的超长 stint 结束，欢迎来到哈密。从兰州一路带我们过来的2台荷叶电 AD 机车在这儿就要下班了，这一路的环境着实恶劣，咱们去送一下吧。接下来当班的就是这台乌鲁木齐局的荷叶电 AD 0062，它会把我们送到库尔勒。随后呢，因为再往前线路就没有电气化了，库尔勒到喀什这段会交办给库尔勒机务段的一台东风11内燃机车负责牵引。哈密站的一大特色就是站台上的这些摊儿，不仅有常规的啤酒、泡面、饮料，还有馕和哈密瓜。你甚至可以让摊主把瓜切好了，给你拎上车慢慢吃。至于瓜甜不甜，别忘了这里是哪儿。想在这儿找到不好吃的瓜，我觉得比找到好吃的要困难得多。站台推车是个好东西啊！这一瓜多少钱？7块钱是吧？7块钱，5块钱，12块钱。哦，欢迎来到哈密，欢迎来到西比亚。来吃。哦，凉瓜呀！凉瓜，好吃，没有任何毛病。哇，好纯粹的味道，这就是新疆品质的。太，这个太亮了。入夜后 G30 连货高速回到了高铁线旁，上面是络绎不绝的大货车，或者更通俗的叫法叫王者。那么这里就应该算得上是王者峡谷了。每一排亮点都是一辆出疆的大货车，上面拉着的可能就是你隔3差5会买一个的哈密瓜，或者你女朋友最喜欢的红枣。感谢全国高速的绿色通道系统，只要卡车拉的鲜活农产品占到整车荷载或货舱容积的80%以上，这辆车的高速费就可以全免，我们才能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新鲜优质的农产品，随时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吃，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喊的心都醉了。这里就是吐鲁番北站，比吐鲁番站更接近吐鲁番市区的火车站。我们一开始其实想过要不要在吐鲁番干脆停一下，吃点葡萄和鹰嘴豆拌面再走，但是一看时刻表，从吐鲁番去喀什最方便的车还就是我们现在坐的特269次，而9月想搞一张晋江的全程软卧票都特别难抢，更不用说吐鲁番北到喀什这种半程票了。所以吐鲁番还是等下次来新疆的时候再慢慢逛吧。昨天晚上只睡了差不多2个小时，现在虽然理论上应该调整为新疆作息时间，但我还是要撑不住了，那就晚安。早上好啊！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阿克苏，今天的早饭就是这个馕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不到8点半，但新疆在经度上跟北京差着差不多2个时区，所以现在这里等效应该还不到6点半。目前我们行驶在天山南路的南疆线上，南边的防护林后面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车窗的另一边就是天山。几乎没有水分补给的天山南路异常干燥，纹理清晰可见。土河高速上王者们来来往往，顶着浮土和时不时出现的沙尘暴，和我们一起前往旅途的最西端。阿图什站，特269全程的倒数第2站，到了这里，我们离喀什就只剩最后半小时的路程了。
这站站台还是老式的低站台，地砖呢也是充满童年回忆的款式。我们已经进入行程中的最后一片绿洲——喀什噶尔绿洲。窗外的风景已经从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了防风林与棉花地。是的，虽然是绿洲，但这边仍然有大量土地属于盐碱地，而棉花恰好是一种耐盐碱又喜欢长时间高强度日照的植物。普通细绒棉的纤维长度一般在25到31毫米，而长绒棉的纤维可以到40毫米甚至更长，使得使用长绒棉制造的衣服可以比普通纯棉的衣服质地更软、手感更好，还更耐洗。列车正在接近喀什站，该去找列车员还袖标和牌子了。收拾东西，终于要到喀什了。这就是喀什啊！哎，这总是我们到了。99%的路都走了。99%的路已经走完了。今天下午再去趟阿克陶。上一次离火车这么远还是在西安。对不对吧？哎，喀什还远远不是我们的终点，甚至都不是中国最西端的火车站。最西端的火车站是喀什南边几十公里的阿克陶站，那里才是我们铁路旅程真正的终点。不过前往阿克陶的755次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发车，现在就先进城休息休息，吃点午饭吧。好，谢谢。我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觉得大盘鸡里最好吃的其实是裤带面，然后是土豆，最后才是鸡和其他。这道在乌鲁木齐旁边的一个国道服务区被创造出来的王者严选料理，现在已经成了新疆菜的代表之一。而鹰嘴豆则更有本地特色，这种小豆子有一股独特的香气，中间还夹杂着一丝甜味儿，口感沙沙的，稍作调味拌一下就很好吃。吃完饭，时间也差不多了，欢迎回到喀什站，下一站中国铁路西。好。谢谢。好吧，谢谢你了。我们全程的最后一趟车，有缘再会。5:08，不远，应该开始黑了吧？快日落。今天福远河边的日落会是怎么样？搞不好还在下雨。所以横贯中国的铁路旅程就到这里了。从中国东极福远出发，沿着2根钢轨，历经7655公里，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就是这里。我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当时的心情。相比于2年前纵贯时在三亚站门口的疲惫，这次我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抵达之后的轻松。虽然我能感觉到内心已经翻江倒海，但现在我只想静静地看着这个站房和屋顶上的几个大字。几天来的思绪如同一壶热茶，在心里跟随着各种情感温暖着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而8816的一声大喊把我从思绪中拽回。出租车到了，我们要立刻返回喀什休整1天，然后继续向西。是的，我们只是下了火车，这里还不是旅程的终点，我们的终点还在更西边的地方，那里还有伊尔克什坦口岸和西极第一村，而村旁边的山头上还有一块碑，要送别最后一缕阳光，那里才是最终的目的地。不过我们也不必太赶，刚跑完2天2夜的火车，又是在喀什，旅程呢并不只有赶路，我们休整一下再出发吧。
总之就是在经过1天多的参观游览和胡吃海塞，以及差点被大巴扎那个比三蹦子还大的牛鱼雷一样撞飞之后，欢迎来到旅程的最后一段。这条高速路通往乌恰县，而另外一条国道会从乌恰县继续向西抵达伊尔克什坦口岸，也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境处。我们已经离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逐渐进入帕米尔高原，山脉也不再是之前的土黄色，而是越发棱角分明。公路在山间穿行，如同一条运河，护送着我们前往最终的目的地。而当你通过沿途的最后一个大城镇乌恰，仿佛突然之间挂着白色车牌的吉尔吉斯斯坦卡车就多了起来。而在加油站和等候区之类的地方，你甚至可以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卡车司机们搭的蒙古包。继续向前，在一片开阔的河谷中，红色的山逐渐结束，取而代之的则是身后更高的黑色山峰。这里就是天山与昆仑山的交界处，红色的是天山山脉，黑色的是昆仑山脉。我们从抚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边启程，走出北大荒，穿过大草原与黄土高原，跨过青藏高原和祁连山，又穿越800里瀚海，擦过天山余脉。这一路途经了无数曾经在课本上听说过的地方，而在第一次见到地理课本10多年后，我们终于亲身走过了这些河流、草原、山脉与荒漠。每个地方的风景都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印象深刻，而一路下来始终没有变的就是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尤其是现在，在这样野草都生长得极为困难的地方，我们的国道依然平稳坚实，我们的国旗依然干净整洁。而在之前7000多公里的旅途中，那些环境更恶劣的地方，高压电塔与防沙墙屹立不倒，火车与动车平稳运行，这些背后是无数热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们的默默守护。他们是每一台大型机械里的驾驶员，每一个信号楼里的调度员，每一位守护着关键设施的武警战士，每一位守护配属工区的巡护员等等。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的故事也许根本就不会走到这里。感谢他们的付出，向他们致敬。离开福原9天后，终于欢迎来到本次旅程真正的最西端——伊尔克什坦口岸。所以就到这儿了。行吧，你这个都做个半身啊。作为一般游客，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我们所能到达的中国最西点。真正的中国地理西极在阿克陶最西边的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上，除了边防巡逻队，应该没有其他人能到达那里。从东经135度05分43秒的乌苏里江江面，到东经73度57分36秒的伊尔克什坦口岸，跨越61个经度、4个时区，横贯全中国的旅程，终于来到了终点。但我们并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这里虽然是行程的最西点，但并不是整趟行程最后一缕阳光会照耀到的地方。那个点在后面山头上这座中国西极的石碑顶端。行程的最后一步，我们要到石碑下，在最近的地方送别这最后一缕阳光。是的，拐上去西极石碑的小路后，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右前胎爆了。幸运的是，只爆了1个胎，我们不用原地干瞪眼。但换胎这个活儿，纯靠人力还是够费劲的。即便8816经验丰富，我们也还是用了15分钟才折腾完。行了，跑快点吧，一会儿太阳真的下去了。走了，出发。谁知道这个地方还能有第2个炮弹坑啊，并且又是右前轮撞了上去。对的，是那唯一一个备胎。而当你的备胎轮毂上出现这么一个凹坑的时候，你真的脸都会吓白。但还好，胎压还在，应该是没伤到核心，还能走。阳光啊，麻烦你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右前胎爆了，备胎也挨了一下。今天没有时间上去了，我们就到这儿了。所以这就是横贯最后一天的日落了，在山的那边。于是乎就这么卡在门口了，我们要赶过去修车。不过比这个碑更西的地方我们也到了，真的好神奇的结尾呀！当我们到达石碑山坡下的停车场时，虽然阳光还剩一点，但全都在石碑的另一侧，我们完全看不见。而爬上这个看着一点都不高的小山头，差不多要40分钟。当然，你也可以骑马上去，但讲个笑话，这个点儿马都下班回家了。并且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说，底下的吉根乡可能有个修车摊儿，但他们也不确定那边几点关门。所以，为了保证回去200多公里路程的安全，我们决定放弃人力登上石碑，只放飞机上去拍2张，然后直接赶着去换胎。几天前我还在说要在西极石碑下吃完最后一颗抚远带过来的蔓越莓干，没办法了，和安全比，那道阳光和蔓越莓干真的都算不上什么。
我不知道下一次横贯全国来送别最后一缕阳光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走过田野，跨过草原，穿过雪山，越过沙漠，最后却因为2个炮弹坑，在距离石碑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下，开始折返。Lynx 曾经说过，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大的勇气，只要过程是精彩的，那这个过程就是结局。你要问我真的很遗憾吗？确实有点，但当车子开始掉头，那种遗憾却又像是被风吹散了。古希腊诗歌《伊萨卡岛》中有这么几句：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充满发现。抵达那里是你此行的目的，但千万不要匆促赶路。一路所得已教你富甲四方，用不着伊萨卡来让你财源滚滚。那个没能登上的山头，或许只是一个让我动身的借口，但在抵达这里前，我们已经从东向西穿越了整个中国。北大荒的稻田曾向我们招手，锡林郭勒的牛羊欢送我们远去，渭河的河水为我们欢呼，南疆的山峰向我们敞开大门。伊萨卡并没有欺骗我，他用一块悲伤的阳光当诱饵，去送给我回首时的释然，与之属于我们的万里旅程。但愿你的旅途漫长，这一路辛苦了，我们后会有期。有人跟我说没有租车，是谁我不说。你说对吧？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没有租车呀，那是谁呢？好难猜啊。那后5点多起来，只要直达到后辽火车站就行，火车站，然后可以。就是虽然说我们的表上都是北京时间，但是呢，因为你在边界的话，你的时区有可能会跳到河对岸去，就会变成这个俄罗斯的远东时间，而远东时间呢是一个比北京时间快2个小时的东西。能吃辣和不能吃辣，我第一次见这个玩意儿做成泡。你知道这玩意儿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吗？下锅直接吃。对。对啊。少不了。我97。高板了。反正这已经不新疆了，新疆的话就要回新疆时间了。新疆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超级坦克。请在站台上。这个位置往正南方向的话，有一个大的会叫做西北。超级文亮状，马德文。